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会引爆宗教争论的问题：亚伯拉罕蒙福，这福气到底只限犹太人，还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有份？这问题就像去吃自助餐，旁边有人突然问：这里标示写 VIP 专属区，请问我们一般人可以夹吗？好，保罗在罗马书4章9到17节直接来一个惊天翻转，答案会让你大呼：哇哦，原来我也在名单里啊！保罗问：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未受割礼的人吗？翻成今天的话就是，得救的优惠券是犹太人专属，还是外邦人也能扫 QR code？ 然后他举亚伯拉罕为例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注意还没受割礼。哇哦，那这下尴尬了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成为义人，不是因为有了宗教会员卡，而是因为他信神。保罗说，亚伯拉罕后来才受割礼，那是印证，不是前提。就像结婚戒指一样，戴戒指不是结婚的原因，而是婚姻的记号。你不能只戴戒指就说，嘿，我已婚，不行啦，还没有人答应你，这不算。所以信心是本体，割礼是记号。这就让亚伯拉罕成了所有信之人的父，无论受割礼还是未受割礼。保罗继续说，原来神的应许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。各位想象一下，如果神的应许是靠律法，那问题就大了，因为律法就像一条超高标准的红毯，你要全程不能踩歪，不能沾到灰尘，不能有一丝破洞。结果是什么？大家走到一半就跌倒，红毯上全是血迹、口水和眼泪。这场婚礼直接变灾难现场。所以保罗说，若靠律法，应许就落空了，因为律法只会显明过犯。我来给大家几个比喻。律法像监视器，它能记录你超速，却不能帮你开车技术变好。律法像医院的 X 光片，它能照出骨折，却不能自动帮你接回去。律法甚至像老婆的眼睛，它什么都看得到，但解决问题要靠你自己。所以律法本身不是坏事，但它只能揭穿问题，不能救你。保罗说，所以人得为后嗣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换句话说，神故意设计成靠信心，让每个人都有资格。这就像一张通用票，人人都能领，不分肤色、文化背景。而亚伯拉罕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老了，身体早就生育无望，撒拉也不可能怀孕，但他信神能让死人复活，结果真的成了多国之父。保罗总结，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注意是世人，不只是犹太人。神的应许是跨越界限的，因为他是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有的神，所以这应许不是限量版，而是全球开放下载。所以各位不要再问这福气是不是 VIP 专属，因为保罗已经宣布，神的应许早就放到云端，人人都能下载，唯一的密码就是信心。罗马书4章9到17节给我们3个震撼提醒：一、信心在先，记号在后，不要把顺序搞反了。2、律法揭露问题，但不能解决问题，解决方案只有信神的应许。3、亚伯拉罕的应许属于万国，今天你我也在神的祝福里。